Hello，大家好，我是小军。今天的题为大家知道呢，我们想大家去了解一下国内的包包市场。作为一个所有女生都会购买的单品，令人吃惊甚至有些惭愧的是，整个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像样的包品牌，更别提像国外那种爱马仕、LV 这种奢侈品牌了。来弹幕一下，你买的包包都是什么品牌？那么本期为大家知道呢，我们将带大家去中国最大的箱包基地广州，通过实地的暗访工厂，揭开中国箱包产业发展的痛点。哇，这是我们看过最大的板王了。像这种的话，就是仿那个 LV 的老花亮嘛，比如说在它的那种设计原理上去换了一些元素。这些卖他们不会追究？不会的，这个就是真正你要的那种风格的。哎，这个包型不是 Coach 的那个包型吗？啊，你说这个是吧？对，这个是Coach的，其实就是面料它和图案它就是包型可以组合的嘛。说实话，做包的到处都是，包型基本上你一出啊，或者是人家马上就给你抄走了。现在的包吧，就是好像年轻的人大家只认国外的大牌，比较难搞一点，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包，你可以说是迪拜来的品牌，本身我们也是迪拜的。就是你还是得说是国外的，说国内。就看你怎么营销吧。你要说是国内的，可能大家就不认啊。他们大牌的包是怎么来的？都是人家代工厂设计的，然后推给他去选的。但也有一种就是，工厂设计好了，我觉得这个包很好，好吧，我推给他选中了，哎，然后就印上他大牌的牌子，那不就？我明白，服装也有这样。其实真正的设计能力和制造能力还是在工厂那边的。像一些品牌呀、那些，他甚至连工厂都没有。河北箱包跟广州比差距在哪？跟行业都这么说，那边便宜，质量差，按斤称。按斤称。像有一些他们卖一个包20-30块钱，你看着哎好像都差不多，那基本上都是白宫那边过来的。你说我们的料都不止那个钱了，人工费都不止那个钱了，所以你想一下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就知道了。这是有点仿奢侈品啊！你有想吗？它仿奢侈品也是因为为了卖货，没人买的话它也不会仿。是消费者的错吗？还是工厂的错？你现在服装也好，鞋、化妆品，国内都有很多很大的品牌了。都有，我知道。但包一直没有。但是包一直没有。哇，这个还真是。包的话真的没有。我跟你说，一旦一个品牌火了，国内一个品牌火了，做包的就会关注它，然后去模仿它。抖音有一个。是抖音的话，现在卖的还比较好的，卖女包，他就找那个面料爆纹，当时全网模仿，我们也模仿，我们也模仿。他卖了多少？他们那个的话卖了几万件，就是单独一个款式，颜色都没有，他的那个款式就是的款式，只是说他把我说了就把面料换了一下，面料换了一下，换了个豹纹的，然后就火了，全网爆红。有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大家会说仿大牌，有很多工厂是做高仿的，因为现在高仿的其实也有好卖，大牌的款嘛，一般都在30岁到40岁这种年龄。年轻人不太喜欢大牌风格。对，年轻人不喜欢背。你看小 CK、MK 这些都是这种小众款的，而且他们做的是 PU， 而且他们价格还很高。那品质能看出来吗？看不出来，你背一段时间就看出来了，它就会破皮，会烂。我们现在专心搞品牌嘛。也走了很多弯路。你们工厂要把一个品牌做出来，几百万都小意思了。你能花几百万做起来也还好啊。前几年我们去工厂就是。那时候加工行业好，线下卖的也好，线上卖的也好，就纯加工，加工都加工不完，他不考虑这个事情。我们刚才酒店的旁边有好多卖，应该是高仿大牌吧？现在还有搞这个的？有，现在也有。现在还有。不整治吗？他又不摆着明面卖，你拉过去给你卖，而且他又不让你看到仓库，就你要什么款式，他有照片给你看啊，你要这个啊，我去给你拿，但是拿过一个来，对他，而且他没有 logo 的。他们那个挣钱？肯定挣钱，一个包高仿好一点的就大几千，如果仿的特别好的那种，然后差一点的就差不多也得1000，仿的真的1:1的看不出来的。你们业内也看不出来？那么基本上1:1的，要不然也卖大几千。它有一些特殊的工艺，就比如五金，他们都跟他们一样，都是用铜的。你这看外表是一模一样的小厂，
偷着做，谁敢用抓进去了。这个好像迪奥的那个。这些大牌同款我们现在走的不好，卖不出去，因为我们现在做小众的这些大牌的款卖不了啊。他是身边的美女是最多的，那个是校长教舞蹈的。这里还有其他的品牌，就是圣罗兰、迪奥跟司令跟宝格丽，你也可以一起进去看一眼。而且你说你去买个正品，这个包1、2万，也不是说这个包值1、2万，你买的是它的品牌，它的溢价。对，你现在大街上你走出去，10个9个都是用这种包包，你能看得出来吗？真真假假看不出的。这个我直接给你这个价钱。全部盒子包装一套。通过暗访发现啊，这2年呢，因为疫情的影响，国外的实体经济呢非常不景气啊，甚至比我们国内还要差。那以往这些只靠代加工的工厂啊，为了生存呢，都开始做了自主品牌，这在几年前呢是难以想象的呀。所以这么想来呢，疫情呢也不完全都是坏的一面。那我们也听到很多老板在讲，因为现在的新一代年轻人呢，大家都在追求个性化，所以呢，模仿这条道路呢是始终走不远的。那这也给了很多一些有想法想要做原创设计的一些工厂呢，看到了一个新的可能，一个新的机会。那除了模仿大牌包包呢，更严重的是呢，国内很多一些新的品牌呢，在进行互相模仿、互相抄袭，这就导致行业产生严重的同质化。那这种金钱至上、销量为先的做法呢，给行业的一些有理想、有真正想要做设计的这些工厂呢，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不要为难我那些同行们，他们很辛苦。我们现在来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箱包工厂，你看他们的墙，看他们的墙都是白色的，显得很高级。哎，我们去看一看。这是牛皮外面压的这个蜥蜴纹，这种都是用牛皮外面会实现很多工艺。师傅那边用电脑敲、车敲，把那个设计的样、想法落地，然后这边看出这种样。搞了一个得多长时间？这一个单品呀，我觉得从设计到上线怎么就得3到6个月，这个也没上，也没上啊。这个挺好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一下子，比如说做10几个版、20个版，我们会看，会在里面挑，有一些让它上，有一些不让它上。这些成本其实客户也看不到的，这个我们都觉得太小众了。这是你们卖的最好的那种。这是迷你绒，然后这是大号的。小号的耳机包嘛，太可爱了。这种定位是装饰品的嘛，就饰品类包包。这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对，这个就仿我们的市场上就太多了。有的夸张的是印我们的字母，印我们的 logo， 有的是把我们的 logo 抠掉，换一个字母。你就这么说吧，他把这个 logo 抠掉，对，没法，你就没办法搞了。披荆斩棘里面的理想啊，跳舞的好多他们都背这个。背你们的了？对。那你们这已经很火了。这个真好看。这个好看是吧？这个好看。这是男生款。是吧？这个挺好看的。就像这个款就卖的也是非常好的，这个薇娅也带，李佳琦也带。哇，你们都已经请薇娅、李佳琦了。他们带货，你们赚到吗？要看哪一场次了。其实我们跟直播合作的话，每个包上的利润真的是很薄的。这个也是刚才在直播间的时候让你看，这都是假的，这俩都是假的。这俩都是假的。这个用的是胶料，就是这种做工，对，皮质不一样。对，然后这个更软一点。对，它价格比我们稍微便宜一点点，也卖个几百块钱。你想，用户他是分辨不出来的呀。我们打假链接每个月都有这么长一条，做个表格根本就举报不完。设计了，都是这个这只是打的。它是北欧，我是光妹。然后我们设计团队只有2个学校。你们这2年营业额能达多少？去年疫情的时候，我们线下实体店都关了嘛，就全力做天猫。天猫有2400万。今年618的时候，震惊的就是我们跑到了行业的前5。然后这个行业，我说的是全世界的品牌，是加上国外的些。对，那个很厉害。对，前5里边就我们一家国内的品牌，其他都是一些轻奢的、高奢的这些品牌。就是因为我们给别人代工了几十年，我们有土壤，然后我们可以做出来好东西，但是就是我们没有品牌。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是什么大牌，但
但是也要被 copy 到，那个连标都要。我其实不怕那个，就是说，比如说抄一下或者怎么样，只要不打我们的标，我觉得都可以接受。这些打着 Amazon 标的人，然后去做一些很粗制滥造的一些东西，然后损伤到品牌本身。我们的板房一年的成本要100万，至少。你说如果没有这个品牌，它没有一个溢价的话，会怎么走？就是我们拍一次大片，我们一次大片要投入差不多20万这一次，从开始策划、制片，然后到每一个环节都是要专业的人来做，不多的，就是这个很正常。比如说你如果是没有利润的话，你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不做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叫一个品牌？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怎么样去跟竞争？说是哎，我是有文化的，我是有调性的。老外他做的很好呀，因为他需要有溢价，他才能做这个事情。没有溢价，你怎么养人？你怎么给他发工资？就是一个廉价劳动力的一个循环。而且中国人还喜欢自己打自己，没有最低，只有更低。618的时候，直播间没有低于199个包，但是这次双11做89块钱，89块钱那个就能超我们了。你没办法，你89块钱，他怎么能有设计团队，有个版权的研发这个不可能，对不对？做产品嘛，我觉得需要时间，真的是得走那个扎扎实实的10年8年的路我们可能才在这个行业里边才能够沉淀下来。最终我的产品是过硬的，然后我的团队是过硬的，对每一季的产品也是拿得出手的。我有持续不断的这个设计能力的时候，它可能才能续上。那看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我们中国做不出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包包品牌。那第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中国呢包包品牌确实发展的比较晚，比较慢，导致呢我们并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这种箱包的一个文化。第二呢，行业的抄袭模仿太严重了。稍微有一个设计师做了一个好的一个设计，马上就会有一窝蜂的人进行抄袭，然后并且降低整个的品质进行价格战，产生整个行业的内卷。那这会促使呢一个品牌呢很难建立自己的这种知名度以及信任度，甚至很多消费者买了这个包之后都不知道是原创设计还是仿的，这会给一个品牌造成很大的影响，很难获得消费者的认可。而从消费者的立场来讲那包呢是作为一个西方已有100年的历史了，在西方大牌包的面前，我想呢每一个买中国包的中国人，从内心层面来讲，确实是自卑的。那我认为箱包这个行业想要发展，那除了法律法规要健全之外呢，消费者也需要对原创版权有足够的尊重和保护。但是这种自卑的这种消费心理呢，如果没有办法去根除的话，那我们中国包呢，永远都不会有自己的优秀品牌出现。那我希望通过这些纪录片呢，让大家对国产包包呢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那对国产包呢也有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包容。那只有品牌和消费者大家一起去努力，一起去进步，那我相信呢，总有一天我们中国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爱马仕、艾沃雷。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的伟大制造。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拍的还可以的话，请给我们一个点赞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拍出更多的纪录片。感谢。